走仙霞剑的人，正是你们的宋盟主。简直胡说八道！你是不是想仙霞剑想疯了？找不到仙霞剑，你就诬赖在我们盟主身上，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！诬赖？我刚刚就被宋宁远拿着仙霞剑指着呢。爹，少跟他们啰嗦，咱们去找那狗贼，把剑讨回来。爹，秋儿，快走！爹，走！娘，怎么了？哇，出事了！娘，他人呢？怎么会不见了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头啊，好痛！没事吧？好痛！公子，公子，爹，爹，仙霞剑呢？宋宁远父子和仙霞剑一起掉下悬崖，我们赶快回去，叫人到山底下找，一定要把仙霞剑找回来。是。
娘，他怎么样了？此人脉象混乱，体内竟然有2股真气，其中1股真气极为强悍，应该并非此人所有。这股真气他无法驾驭，使得原有的真气在要脉大穴产生抗御，导致气血逆流，意识不明。那会怎么样呢？他会不会永远都醒不过来啊？他原本的那股真气太弱，快要抵挡不住外来的那股真气了。如果放任不管，不出7天，他的5脏6腑都会化成血水，会四肢爆裂而亡。颖儿，你这次捡了一个麻烦回来。那照娘这么说，他会不会没救了？居然能让你踩到断肠草，这个人的运气真不错。断肠草既内服，但是对外敷疗伤却具有神效。再加上我亲尽毕生精力研制的药方，可以暂时压制他体内那道狂乱的真气，减少对5脏6腑的冲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他得在药泉中浸上多久啊？究竟要泡多久，我这会也说不准了。要知道，此刻他体内那道真气实在过于强悍，能够以药性约束他已是万幸。要挨到他清醒，少说1个月，多则1年，皆有可能。颖儿，娘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人是你捡回来的，如果你要他活，你就必须每天帮他换草药、煮药泉。要是这个人死了，他的命可是要算在你头上，明白吗？孩儿明白。孩儿只是奇怪，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年纪轻轻，体内却被灌进如此强大的真气？还有，他究竟是受何人所迫，才会掉下悬崖呢？他是什么来头，跟咱们母女有什么关系？咱们好不容易逃出魔教，终于能安然度日了，你救他就是捡了个麻烦。哦，孩儿明白，我只是想想罢了，我会谨守本分的。你知道就好。总而言之，等他醒了就把这个人赶紧打发走，免得多事。哦。不可能啊！别说盟主，就连副盟主宋公子都没在山庄，没凭没据的，咱们怎么能断言盟主已经走火入魔呢？嗨，这乃是神剑山庄的弟子亲眼所见的，应该没错。真是怪哉呀！这仙霞剑刚刚失踪，就传来盟主练功导致走火入魔的消息。哎，你们说这2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？陈关掌门，你这个推断是不是太武断了？你们这群人总算还有明白人。欧阳掌门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们都蠢。我告诉你们，抢走仙霞剑的人，正是你们的宋盟主。简直胡说八道！你是不是想仙霞剑想疯了？找不到仙霞剑，你就诬赖在我们盟主身上，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！诬赖？我刚刚就被宋宁远拿着仙霞剑指着呢。爹，少跟他们啰嗦，咱们去找那狗贼，把剑讨回来。欧阳掌门，又来干什么？副盟主，宋宁远他人呢？如果再不交出仙霞剑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副盟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盟主拿走了仙霞剑吗？怎么了，副盟主？你方才不是也亲眼目睹了宋宁远手上拿着仙霞剑吗？还想抵赖？副盟主，你也看到了。诸位，请诸位稍安勿躁，
我大哥还没有回来，这其中也许另有隐情啊！隐情？宋宁远已经走火入魔，这就是偷猎仙侠剑最好的证据。不如你把人交出来，我们面对面的跟大家有个交代。不好了，副盟主，盟主他盟主怎么了？盟主怎么了？盟主，盟主，盟主他死了。欧阳修罗，你们太过分了！阎罗掌！啊！欧阳修罗，分明是你们害死了我们盟主！等等，此事必有蹊跷，这阎罗掌印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竟敢对盟主下如此毒手！笑话！我让宋宁远把仙侠剑还给我，他就乖乖就范吗？我是打了他一掌，他就拉着宋生秋一起掉下悬崖。现在尸体却出现在这里，仙侠剑却不见了，这分明是有人栽赃。什么？你说生秋他？宋生秋他自己突然冒出来救他爹，我们也没对他动手啊！还敢狡辩！盟主和生秋是被你们逼下山崖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抢走仙侠剑，还要杀人灭口，我这就给盟主和生秋报仇雪恨！住手！住手！欧阳掌门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幸好都督来得及时。都督大人可真有闲工夫啊！你连我们武林之事都想插手吗？武林之事，你们这帮人自谓武林高手，到处结党营私，拥兵自重，妄想用武林的名义为非作歹，不受朝廷管辖。你们可知道，这一犯下杀头重罪，还不知悔改？我们没工夫听你放狗屁，赶快闪一边去，省得碍事儿。本都督宅心仁厚，不想对尔等斩尽杀绝。只要你们归顺朝廷，本都督会奏请皇上，让你们将功赎罪。你们要是不从的话，到时候有什么后果，你们自己要想清楚。给朝廷做狗，那是畜生的勾当。不过，你做的倒是挺称职的嘛。住口！本都督给你们3天期限，3天之后，要是你们不归顺朝廷的话，到时候别怪本都督手下无情。
都督大人，你可真够慷慨的，肯给我们3天时间。可惜张某没那个耐性，3刻我都等不了。欧阳父子杀了我大哥，你要是把他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回，让你们安然离去。要是本都督不肯呢？那就休想离开山庄半步。考虑清楚，3天之后我还会再来的。到时候别怪本都督没有事先警告你。欧阳掌门，我们先走。是。大嫂，请节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啊。夫人，请节哀，我们一定会替盟主报仇雪恨的。没错，盟主一向都很照顾我们大家的，这笔账我们一定要跟修罗门讨回来。盟主的后事，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，还请夫人尽管开口啊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按你们所说，仙侠剑既然没有落在张宏烈的手上，那肯定是落在宋生秋手里了。不错，我认为只要把握住这2个人，仙侠剑的下落就能见分晓。欧阳掌门，恕我冒昧的问一句，这宋宁远父子掉下悬崖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你在场吗？那会不会是你把仙侠剑拿走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嫁祸给别人呢？你怎么这么说我爹？我爹绝不是那种人。都督大人，我向您保证，仙侠剑绝不在我们手里。在下也希望早日找到那把剑，弄清真相。另外，还请都督大人多派人手，早日找到宋生秋。虽然我娘叫我不要多问，但人总有好奇心的吧。怎么说，我也算你半个救命恩人了。等你醒过来，就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娘！娘！
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他体内那股真气受到药性的影响，互相撞击，想找到出口。我刚刚已经封了他的血脉，现在应该收归到巨厥、气海还有关元穴，应该暂时能稳住他混乱的真气。要还是不行呢？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如果挨不到今晚，他这条小命就会死吗？娘啊，舒公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啊？为什么我们要走那么远的路去找他帮忙呢？你舒公祖他是个隐退江湖的武林高手，人人都尊称他为邓九公，也有人叫他无招大师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不过他老人家性子有些古怪，一会儿要是见到他，可不要乱说话，机灵些，知道吗？哦。我一来他就这个样子了，已经足足过了1个时辰了。娘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会不会死了？不会啊，看他面上还有血色。不可能啊！怎么了？该不会已经断气了吧？不，他非但没断气，反而体内的那道真气没有再到处乱窜，而且还都聚回到丹田之内。看来我昨天铤而走险，用歪打正着的方法救了他一命。哎呀，这可是关键，我得记到药谱上。哎，娘，我就知道你想做研究，但是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那股气到了丹田以后会如何呢？你不懂，这股真气原非他所有。假使他日后善加调理，融合他原有的真气，他的内力会因此直升好几个层级，说不定将来还会成为武林高手的。可是他看上去好虚弱，真的假的？此一时彼一时，将来的事谁也不能预料。哎，颖儿，赶紧去给娘取放药材的药囊来，娘要替她重新调制药草。真希望她早日醒过来。现在娘对她的研究可有兴趣了。娘，刚刚你还说我多管闲事呢，现在我看你的兴致好像比我还大。娘只是有机会遇到一个试药的人，高兴罢了。怎么样，你还想不想救人？想，我现在就去拿药。好多年都没有来，一切竟然都没有变。那我们快点进去吧。叔公，我是柔柔，我带着玉凤来看您了。叔公，舒公祖，没有人，会不会出去了？娘，啊，舒公祖。叔公，叔公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柔柔不孝，为尽后辈之责，这么久没来看你，想不到你已经……叔公，舒公祖，孙侄女玉凤第一次来拜见你，想不到竟是天人永隔，无缘尽孝。舒公祖。
叔公，会这么想就对了，好好将这感觉铭记于心吧。叔公祖，您不是死了吗？还什么死了？哎呀，别这么咒我行不行？这叫归西大法，你都没听说过？哎呀！哎呦，练个功就把你们吓个半死！原来如此啊！归西大法，归虽有鼻，而息之以耳。凡言归西者，当以耳言也。叔公啊，您练功就练功，也别这么和我们开玩笑呀！我们娘俩差点没被您吓死。哼，有道是子欲养而亲不在，我就是要提醒你。要时常回来看我这个老家伙，说不定哪一天我一口气上不来就蹬腿了。嘿嘿嘿，到时候你在那呼天喊地、呜呼哀哉，可就真的没用了。哎，这位是我的孙侄女玉凤。凤儿见过叔公祖。想不到长这么大了啊！你爹还在当县官吧？叔公，何忌他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我爹被蓝都督押进都督府，说是为了查什么贪污的案子，至今已经被关了半个多月，却一点消息都打听不到。舅公，舅公，舅公！哎呀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舅公，舅公，这什么事儿？你快说呀！你快说，别哭天喊地。我买菜的时候听说何忌何大人畏罪自杀了。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怎么可能听错呢？大街上人都这么说。哎，九公，我记得那个何忌何大人不是娶了您的侄女吗？怎么说你们也算亲戚是吧？您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？哎呦，不是，这两位是谁啊？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娘！哎呀，你看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扶进去！哎呀，这，走。老爷，你还记得玉凤16岁那年生那场重病的事吗？凤儿情况怎么样了？依旧没有起色吗？大夫已经来看过2、3趟了。他说这一回害风寒的人都病得很严重，烧了又退，退了又烧。凤儿这2日总是在昏睡中。大夫说，只求病情不要恶化，就属万幸了。凤儿平常身体强健，没想到这一次居然病了这么多天。你待在家里可要好好看着她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就让我一个人照顾她？凤儿可是咱们2个的女儿，她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要出门？家里还有下人嘛。其实又不是你一个人在照顾她。你看县衙大门之外，这次水患之重，很多乡民百姓家都被冲走了，田也被淹了，老的死的死，小的病的病，他们又可曾有下人照顾呢？我身为父母官，我不去帮他们，天底下还有谁能帮他们呢？你这话说的，
实在是有些过分。你心里就只有黎民百姓，看他们受苦受难，你就心疼。那我呢？我和凤儿，在你心里还有没有位置？凤儿躺在床上病痛难挨，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说到你的痛处，你就无话可说了。你知不知道这几年我嫁给你，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家里大事小事，都是由我来拿主意。你每年的俸禄，也就才10几担，每次开仓赈灾，还要自己贴买贴粮垫银子。你在百姓眼里是个青天大老爷，可你没有想过，家里的孩子大了也要穿衣吃饭，害得我每个月都要捉襟见肘。这些事你想过没有？你也不想想，你一出去就是10天半个月不回来。这些事我跟谁商量去？我明明也是有丈夫的人，别人的丈夫都在自己身边，我呢？我的丈夫有和没有都一样。这20年来，你哪一天不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朝廷，为了一方百姓鞠躬尽瘁，甚至连一顿安稳饭都没有在家吃过？结果呢，却被人安了个贪污渎职的罪名，还说你畏罪自杀。你告诉我，你值得吗？娘，您别这么说。爹一辈子清清白白，一心为百姓着想，每逢旱灾便诚心祈雨，只要百姓受灾，就向朝廷请求开仓放粮。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他们一定知道爹是被奸人所害，他们是不会毁了爹的声誉的。是啊，柔儿，凤儿说的有道理。您不要再说了，叔公。老爷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害的。不是的，害死爹的不是娘，是蓝中月那个狗贼。要不是他，爹也不会枉死狱中。我现在就去杀了蓝中月，替爹报仇。凤儿，叔公祖，哼，你冷静一点。听闻蓝中月这个人武功十分高强，阴险狡诈，你年纪轻轻，在他眼里无足轻重，你贸然前去以卵击石，那是白白送死。可是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凤儿恳求叔公祖收凤儿为徒，我发誓一定要为爹报仇雪恨。不行，我从不收徒。叔公祖，这位姑娘，你这个愿望是美好的，可九公他不收徒弟。我想拜九公为师很多年了，别说武功了，就连做菜，我都是自学成才的。叔公祖，看在我爹的份上，难道你就不能破一次例，收我为徒吗？叔公祖，求求您了，叔公祖。好吧，你只要通过我的测试，我就收你为徒。叔公祖，您给我这么一大桶豆子做什么？这跟测试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你只要能在1炷香的时间，把这里头的绿豆跟黄豆分开，我就收你为徒。怎么样？拜师学艺，你以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？如果你连这一关都通不过，那日后就别想有所成就了。不如早早放弃，本本分分的待在我这儿。不过是挑个豆子而已，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。咦，你以为这是小事啊？1炷香时间让你挑出黄豆和绿豆，我挑了这么多年了，到现在还没拜九公为师呢。九公，要不咱给他换个测试吧？咱们把黄豆和绿豆换成苹果和橘子，行不？门儿都没有！闭嘴！怎么样啊？叔公，您真要收凤儿为徒啊？是啊，不过他得通过测试才行。可您明知凤儿她……凤儿性子太烈，做事有冲动，学武功对他来说未必是件好事。再说了，这江湖险恶是常人所不知道的，我也是不想再问世事才退隐江湖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您为什么还要考验凤儿？这些豆子能磨练他的性子。习武之人要动心忍性，不管他通不通得过这测试，这样的考验对他也是有好处的。更何况想要通过这个测试，可着实不易呀。哎。爹，县下界可有消息？完全没有。派去监视张宏烈的探子说，这些事情仿佛和宋宁远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与仙侠剑有关的蛛丝马迹。意料之中。还有没有其他消息？有，而且是个相当有意思的消息。说来听听。依探子所言，张宏烈对宋宁远的后事十分慎重，除了灵堂设置，就连沐浴更衣都不假他人之手。说是兄弟一场，理当送他最后一程。这可怪了，神剑山庄有那么多的门生和仆役可供使唤，却由一个副盟主屈尊降贵干这种事，这太不合常理了。那宋宁远的遗孀有什么反应吗？没什么特别反应，但据孩儿所知，这次宋宁远的遗体是由张宏烈跟苗翠园一同入殓的，而且苗翠园对张宏烈特别的信任，处处都要他拿主。这张宏烈虽然和宋宁远是结义兄弟，可毕竟是个外人，他能如此亲力亲为，只怕其中另有蹊跷。你派探子盯紧点。孩儿已经吩咐过了。掌门，参见掌门。人呢？属下无能，山谷周围数里都找遍了，但是没能发现宋生秋的下落。怎么可能？宋生秋是随他爹一起掉下山崖的。如果说还活着，就应该回到了神剑山庄；如果说死了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尸首呢？你们是怎么找的？属下无能，请少主责罚。算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爹，这事儿您怎么看？宋宁远坠崖之前，已经把毕生的功力都传给了宋生秋。
父子二人坠崖之时，仙霞剑确实还在宋宁远手里。现在宋宁远已死，按理来说仙霞剑就该在宋生秋手上才是。话是不错，可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宋宁远的尸体会出现在神剑山庄。他受过重伤，一个人绝对回不来。如果是宋生秋送他父亲回去的话，那他人现在何处？难道说这宋生秋动了歹心，想将仙霞剑据为己有，所以就把他爹的尸体送回神剑山庄后，想方设法逃了？这样做难度太大了。宋生秋就算吸收了他父亲的功力，也未必能这么快化为己用。更何况那么大一个神剑山庄，不可能逃过所有人的眼睛。唯一的可能是，他根本没回去。那宋宁远是怎么回到神剑山庄的？这点我也想不通。整件事疑点太多。宋宁远为什么会死在神剑山庄？而张红烈又为什么坚持要亲手入殓？这些是否与仙霞剑的失踪有关呢？实在令人费解。但爹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如果仙霞剑真的落入宋生秋的手里，而他又认定我是他的杀父仇人，一旦让他有机会练成仙霞剑的剑法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这仙霞剑威力虽大，但他宋生秋毕竟只有一人之力。如果说我们联合蓝都督的力量，未必治不了他。蓝中岳这个人城府太深，你要记住，此人只能小心利用，万万不可依赖于他。还有，依爹的观察，只怕他对仙霞剑也是虎视眈眈。如此说来，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吗？自古以来，要成大业者，哪个不是险中求生？眼下，我们要静观其变，先弄清楚仙霞剑的下落，才是当务之急。扎的是什么马步啊？连个马步都扎不稳，难怪你冲拳打得乱七八糟的。要说你是神剑山庄的少庄主，我还真说不出口。爹，冲拳和扎马步这种基本功夫，天天练能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是想让孩儿武功精进，就应该教孩儿神剑60或者其他剑法。冲拳马步都是习武的基本功，那是锻炼你的体魄，让你的身体能够经得起千锤百炼的功夫。你自己该知道，这天下武功派系繁杂，为何唯独少林真人一招黑虎掏心，却没有人敢小觑呢？为什么？你扎的是什么马步啊？连个马步都扎不稳，难怪你冲拳打得乱七八糟的。你自己该知道，这天下武功派系繁杂，为何唯独少林真人一招黑虎掏心，却没有人敢小觑呢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比各个门派练得深、练得厚、练得勤快。记住了？孩儿记住了。练。
以后要是爹没有盯着你练的话，你得自觉用心苦练，否则就别练了啊！爹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多年来你对孩儿的教育过于严厉，要求过于苛刻了？爹，你是神剑山庄的少庄主，我宋宁远的儿子。神剑山庄以后就靠你了。我也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快快乐乐，但我更希望你能成才。都挑了几个时辰了，你也该歇歇了。你看，进度还是有限吧？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明天再试吧。啊，舒公主，你要是累了，就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不用管我。我知道你心急，但这一急，万一手滑，把豆子全洒了，岂不前功尽弃？舒公主说的对，我确实很累，我现在眼花缭乱的，我浑身又酸又疼。可是，我只要一想到我爹这一辈子一心为民、清廉不阿，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，他心里不知道该有多么愤恨难平。跟爹的痛苦和娘的悲伤比起来，我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？玉凤啊，舒公主，我刚才说的话您听听就算了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凤儿会证明给您看，你生我为徒是不会后悔的。夜深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顾着这脾气，真像你娘啊！哼，那你继续吧。那些豆子，我10天半个月都分不出来。你这个死心眼的丫头！
仙侠剑为什么会在你的手上？到底是谁？不说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然后再剥下你的面具，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舒公主，舒公主，醒醒啊，舒公主！舒公主，你别睡了，醒醒啊，舒公主！哎呦，玉凤啊，一大清早的你就扰人清梦啊，讨厌！哎，舒公主，你别睡了，我想出办法通过测试了。怎么可能啊！哎呀，短短一炷香时间，你就能把豆子分清了？你别戏弄我了。是真的，我没有跟您开玩笑。舒公主，我不需要一炷香就可以挑完那些豆子，完成任务。那你去吧，我再睡会儿。舒公主别睡了，眼见为实啊！一看了就知道真假了。哎呀，你走吧，舒公主。哎呀。走嘛！这怎么可能啊！走了，我知道你着急学艺，但你也别这么折腾老人家嘛。跟我去看看嘛。这一大清早的，你说这……你们一大早的在嚷嚷什么呀？娘在房里都听到了。哎，今儿九公怎么起这么早啊？太阳打茅房里出来了。这胡说八道什么？还不是他？他说这些豆子能在一炷香之内就把它都挑完。一炷香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一炷香之内，3炷香都不可能啊！上回你挑了多久啊？这回你要是一炷香把这些豆子挑出来的话，我立马拜你为师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我说可不许反悔。哼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16匹马都追不上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吵了。那既然你娘还有六儿都在，那就让他们2个做个见证吧。别说你舒公主不疼你啊，没给你机会。要是你没通过测试的话，就断了拜师的心思吧。如果我通过测试，您就得立即收我为徒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别说那么多。我被窝还暖和着呢，我回笼觉再招手，快点！这什么呀？怎么想的？做事要动脑筋。神了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你最近都上哪儿了？怎么不见你人影了？袁掌门，好久不见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想我呀？我是挺想你的。现在武林中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各大掌门汇集于此，唯独不见你的人影。现在江湖不太平，等他们想起你的时候，一定会找你的茬儿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开这种玩笑？赶紧说，你最近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本门主好不容易才从一场劫难中逃出来，现在就算武林发生了天大的事情，我也不用操心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要不要紧？哎，
你有没有看到无极门长公子啊？没有啊，没看到。人呢？又跑哪里去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知道，本门主天生才智双全，德艺兼备，所有女孩子见到我呢都会一见倾心。但是本门主呢是不会为这些事情为之所动的。只不过最近有一女子对我苦苦纠缠，我却让她失望了，真是罪过罪过罪过呀！我算是知道了，能让常大门主把武林大事抛诸脑后的，也就只有女人了。说吧，又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？错了，是哪一家姑娘又看上我了？我想要劝你一句，如果你再这么花心的话，总有一天你会栽在女人手里。古人云：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谢谢。哎！有人说城门口吊着一颗人头，听说还流着血书呢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！快走，快去看看！真的，走，看。居然死了，这事儿也太蹊跷了吧？你说，那个“秋”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不会是前盟主的公子宋生秋？这也不无可能。我听说，修炼仙侠剑法者极易走火入魔。既然连前盟主都找得到，我想宋生秋没准也是因为得到仙侠剑，才会做出这等事。很有可能。走，我们去问个清楚。怎么样，舒公主？这个嘛，别支支吾吾的，我到底通过测试没有啊？通过了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通过测试就收我为徒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，否则会被天下人耻笑的。说什么呢？我邓九公言出必行，一言九鼎，谁敢耻笑我啊？你还不快办事！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起来，起来。叔公，凤儿一向婉略，现在又没了父亲，还请叔公多多费神教导。行了，我邓九公的徒弟，谁敢欺负？岂非向天借胆？看来有人也要拜我为师喽。啊？不是，你这是耍小聪明，这是啊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拜你为师，你已经是九公的徒弟了，那我就能向九公学功夫了，是吧？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徒孙拜见师爷。哎，这。副盟主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，生秋绝做不出这等残忍之事。这孩子一向秉性醇厚，绝不可能下此毒手。更何况，他和狂刀门无冤无仇，就算是仙侠剑在他手上，他也不可能伤害刘掌门的。或许是他练了仙侠剑法，走火入魔了呢。况且，他也得知盟主死于非命，在这样的种种打击之下，他要是做出什么丧心病狂之事，也不是不可能的呀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呀。只是副盟主，武林中现在传言宋生秋已经疯魔。他在城门上的流书过于狂妄，语出恫吓，还亮出名号，这异端之举，不正代表他已经走上魔道了吗？让我想想，你们可曾请回刘掌门的首级？副盟主，现在城门那边都是老百姓，加上我和元贞尚未得到副盟主的示下，所以
不敢轻举妄动。刘掌门的首级，至今仍未取下。他好歹也是一派之主，不能让人家这么糟蹋他呀！一定要把他的首级请回来，风光大葬。是。让开，让开！说了让你让开，听见没有？真是惨！这是谁做的？这知道。官兵的太逗了。爹，宋生秋竟然如此疯魔，如此张狂，他眼中还有武林和朝廷吗？如果他已经练成了仙侠剑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所谓艺高人胆大，如此狂妄，倒也无可厚非。那咱们就由得他这样猖狂下去。哼哼，越狂越好，武林一乱，天下难安。到时候本都督就奏请皇上，派兵把这一帮人都一并除掉，岂不痛快？谁知道？我就说这哪上还水深着呢。这个是对，肯定不行。劳烦了，在下求见大都督。都督，欧阳轩求见。让他过来。有请。见过都督大人。欧阳轩，你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吧？家父和在下正想找都督商量，正巧遇见您路经此地，就冒昧前来。苍松，先把这个人头拿下来再说。是。张红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督大人，狂斗门遭逢惊变，柳一刀身首异处。我身为武林副盟主，我有这个义务替他料理后事。是吗？竟然那么巧！本都督刚刚接下这桩案子，你不是故意找本都督麻烦吧？哼，都督大人多虑了。张红烈只是前来收尸而已。不过所幸没有让你们朝廷把尸首拿了去，否则他柳一刀就会永不瞑目，恐怕今后你们都督府也将永无安宁之日了。仙侠剑为宋宁远所夺，天下人都知道。现在宋宁远已死，宋生秋生死未卜，仙侠剑下落不明。恐怕最有嫌疑的就是你张红烈。本都督还想问一句，你到底跟柳一刀有什么血海深仇？竟然下如此毒手，这样羞辱他的尸首。张盟主和刘掌门情同手足，何苦相残？那本都督就亲自送你去问柳一刀吧。考虑清楚了，归顺本都督才是正途。哼！身为武林副盟主，我有义务保护同道的颜面，就不劳烦都督大人了。我们走。
追了，本都督会让他们好看。要练青云剑法也并不困难，首先需将剑诀招式铭记于心，每日反复练习，历经刻苦用心之后，方能悟得其中的奥妙。但是，要想达到人剑合一之境界，以剑为心，以心御剑，剑随身走，不随剑换。行如飞燕，止如霆锋。你要想练出火候，还早着呢。师傅，徒儿今天表现的怎么样？算孺子可教吗？也就比六儿好那么一点点。怎么可能？您教我的招数，我都用上了呀。会使招数有什么用啊？跟我来。师傅，您给我绑上这么沉的铅块干什么？听清楚了，从今日开始，你每天要绑着这个东西，到河边去给我挑水。那边有个大水缸，每天要给我挑满为止。师傅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给我绑上这么重的东西，我怎么挑水啊？怎么啦？不听师傅话？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女儿家呀。谁欺负你？负重也是练功的基本功之一，你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说要报仇呢？干脆摘下来算了。哎，你要切记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这东西不管是吃饭、洗澡，甚至上茅厕，都不准拆下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挑水？宋大哥，人世间空有一份情不能分的，一边是爱，一边是无奈，如影随风飘向天边，依然怀着痴心是纷争，刀光剑影，难得能情真意切，分不开来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昏迷1个月了？你什么时候才能醒呢？
凤儿啊，干嘛吃得这么狼吞虎咽？哪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啊？娘，大家闺秀也有饥饿难耐的时候嘛。再说我练功练得这么勤快，肚子当然也容易饿了。你总不能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吧？哼，就知道贫嘴。夫人，您就别说我师傅了，这不怪他，要怪您怪我吧？是我做菜太好吃了，这是大伙公认的。大伙公认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先人啊？谁啊？哼，吹牛吹的都吹上天了，少臭美了。师傅，打从您收我为徒以来呢，我都已经挑了3个月的水了。您教我的那套青云剑法，我都已经练得滚瓜烂熟了。我可以从第1式一口气练到最后1式了。您什么时候可以再教我新的套路啊？你这个臭丫头，你还怕师傅不好好教你啊？徒儿不敢。不过你也知道，徒儿好胜心强嘛。是啊，你呢，的确是块练武的奇才，可以说你的确是悟性极高，而且技艺极好，自然也就练得快了。只不过这练武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其中博大精深，你还怕我拿不出东西来教你？但是呢，这话说回来，火候练不够，就算是学会了武功的招式，也悟不到精髓。我也知道武功是分上乘和下乘的。师傅，您最厉害的绝招是什么功夫啊？哎，这我就知道了。有一回啊，师爷带我去打鱼，他使出了一招漫天风雪，顿时风云突变。我就见师爷运完气之后，大喝了一声“嚯”，水面就出现了好多水柱，那些鱼全都飞上来了。嘿嘿，吃鱼了。你说厉不厉害？我师爷最厉害的就是这招了，漫天风雪，简直是万鱼莫敌呀！还万鱼莫敌呢？捕鱼的招式能有多难啊？你啊，脑子里头就只知道吃。凤儿啊，漫天风雪可是师傅我融汇了毕生所学的精华。放眼天下，能接得了这招的人，只怕是万中挑一。师傅，您吓唬我的吧？哎呀，信不信由你。信，师傅说的话，徒儿怎么敢不信呢？哎，师傅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个毕生绝学传授给徒儿啊？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，你的火候还不够，现在让你煎个鱼，你都煎不熟呢。想学这招，再说吧。您就会糊弄人。去。娘，您怎么了？凤儿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爹生前最爱吃的就是这东坡肉，可如今他再也吃不到了。娘，您就别想了，再想下去恐怕会伤了身体的。我和你爹成亲这么多年，怎能说忘就忘呢？如今只要我一想起他葬身狱中，喊冤未雪，娘的心里就难受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恨不得和他一起走。娘，您在说什么呀？你要是走了，留下凤儿一个人可怎么办？你以后千万别再说这些傻话了。娘，您放心，女儿一定会替爹报仇，还爹一个清白。娘明白你的心意，可你毕竟是个女孩子，人微言轻的，娘就怕你。不会的，等我学成师傅教我的武功后，有谁还敢欺负我？我说的话怎么会没有分量呢？
玉凤啊，你这么说就错了。江湖之上，高手济济，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。自负太高，定会吃亏呀。正因如此，师傅，你什么时候才肯把绝学传给我呢？要不然，将来徒儿行走江湖，自称是邓九公的得意高徒，结果还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。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您可就名誉扫地了，你说是吧？是，就会给你师傅扣帽子啊！功夫练到嘴上了是吧？程堂，哎，师傅我来吧。哎呀，这种粗活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好漂亮的簪子！哎，你怎么不戴头上？谁让你拿的？这么没礼貌，小心我剁了你的手啊！别，你剁我手，谁给你做菜吃啊？今天我在集市上看见这个簪子，上头有只凤凰，跟你的名字很配，我买来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师傅，想什么呢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不就只簪子吗？多大点事儿，吓我一跳！什么就个簪子？这只簪子对我来说很重要的。六儿，你不晓得，那只簪子是凤儿心上人送给她的，她当然会紧张。娘，你干嘛说这些啊？没想到玉凤脚上负重，还能使出鲤跃龙门。看来她的外公已经有了一定的火候。如此一来，叫她漫天风雪的时机已经成熟了。师傅，您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凤儿，把你脚上的东西卸下来吧。真的吗，师傅？怎么样？舒服啊？我觉得自己现在身轻如燕呢。那好，把簪子给我。为什么？为师我和你打个赌，如果你能接到簪子，我立刻将漫天风雪的口诀传授于你，赌不赌？好，赌就赌，你可不许反悔啊！嘿，怎么样，师傅？这次我一口气抓住了3只麻雀。自从我卸下负重之后，我觉得自己更加轻盈敏捷了。武功分内外功法，你现在外功颇有小成，可由外而内，循序渐进引导内力。漫天风雪注重内外功的互相配合，你要记住这一点。我现在就将口诀传授于你。掉下悬崖了吗？怎么
会在这儿。爹，对了，我是为了救爹。爹呢？爹，秋儿，快走！爹，走！娘，怎么了？不好，出事了！娘，他人呢？怎么会不见了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头啊，好痛！没事吧？好痛！公子。娘，我们先带他回去吧。好吧，走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二位救命之恩。先别急着说谢，我问你啊，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会昏迷这么多天？我倒想先知道，你体内除了原有的真气以外，为什么还被灌进另一道真气？秋儿，爹现在把所有的功力全都传给你，以后你要好好苦练，千万不可辜负爹对你的期望，知道吗？秋儿，快走，快走！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颖儿，人家是不方便说，咱们就别逼他了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我看等你伤势有所好转，就赶紧离开这里。我们母女俩不太喜欢外人打扰，知道吗？是。娘，他才刚醒啊！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宋生秋。宋生秋，你名字还挺好听的。一个宋生秋让你们找了3个月，结果连人影也没有。你们是不是巴不得仙侠剑落到别人手中啊？教主，您别着急啊，这仙侠剑咱们找不着，别人一定也找不着。是吗？宋生秋灭了狂刀门以后，别说武林中人，就连朝廷那边，蓝都督也派了大量人马参与搜索，却始终找不到仙侠剑和那小子。不是属下夸张，
宋生秋和仙侠剑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照你这么说，该怎么办才好？教主，我觉得这事儿得靠缘分。这缘分未到的时候啊，费再多的力气都是徒劳。这缘分一到啊，自然就手到擒来。废话！简直胡说八道！真不知道养你们这些废物干什么！如今连个人影都找不着。属下失言，教主恕罪。那我问你，让你找白眉雪母女，是不是也得靠缘分？是不是？